用一台国产老爷车把它改成拉力赛车，然后看着它去参加拉力比赛，那一定非常帅。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开着一台国产老爷车去环游世界。但是我最近又考了一个拉力赛车执照嘛，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用一台国产老爷车去改一台拉力赛车出来，用老爷车和拉力相结合，做出来之后呢，去跑全世界的一些拉力比赛，这也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咱们说干就干！朋友们，咱们出发武汉，我又买了台老上海，已经发到武汉高博园区了啊！这明天就要到了，我的高尔夫老爷车计划就要开启了。为了这次计划呀，我还请到了一位冠军赛车手和我一起完成。终于到地方了啊！武汉的高邦工业园，作用指导。我老师快过来！来了。上海5800买的值不值？棒的！必须弄一个国产的和拉力相结合的一个车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是吧，王老师？这也是你的专业，拉力没问题，没毛病。然后我负责外观的修复，咱们去做它，让一个国产的车和一个拉力的一个赛事相结合，咱们把这个车做出来，肯定是特别棒。来，师傅，再往前走点，卸车，往后倒点。好，就在这儿，可以，就在这儿。朋友们，看这花5800买的这老上海，真的是太值了，超售这钣金是真不错啊！看这大底，一点锈烂都没有，真棒！今天真的是太爽了，武汉下小雨，和我的心情一样啊，春雨盎然，必须把这老上海干好了！王老师，跟你说，捡了一个小漏，太棒了！5800，值不值？值了。后期这里边全部要，还要保留原来的仪表啊，或者是那个门板，但是座椅要改的，座椅改，这要做出来全中国第一辆，对，拉力版的老上海，圆我一个梦想。这车要做出来啊，肯定是帅翻全国的拉力车。没错，现在也开始期待了啊！干就完了。下。我跟王老师就是这车改完之后，你要是跑一个比赛去，那全场最靓仔，是不是？是。国内里边还没有人拿去国产车去改一个拉力赛车，没有。我觉得是，这同时完成了2种人群的梦想，一个是玩老爷车的，一个是玩拉力车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得最牛最棒。好，行了，好，摘钩。朋友们，来看一下内饰，老的仪表台，然后后期这个上海啊，就一个普桑方向盘了，但是咱们全部给它改成了中国味道的一个内饰啊，拉力车嘛，这个赛车座椅咱们也必须要改的啊，但是说一些元素咱们要尽量保留下来。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复古的赛车嘛。对，没错。来，往前推。好起。好。回轮。行，就这了。上车了。咱接下来这台车就在武汉给咱改出来啊，然后那个发动机底盘全部给拆卸，重新的那个去整备，然后按照我们赛车要求，发动机要做一个新的，然后底盘要重新也要做，所以说就是老爷车和拉力这个结合，是吧，王岩老师？我觉得让它焕然一新，满足我们比赛的要求。没错，所以说接下来，王老师干就完了，加油！朋友们，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啊，就是把这台老上海改成拉力赛车，去参加拉力赛。朋友们，这车就拉回来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车的状况如何。这是一台1991年6月份的车，咱们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啊，看着表面上刮了一层厚厚的腻子，但是腻子底下也锈蚀的不成样子了，而且不少地方都爆皮了，这里边肯定也生锈了。好了，咱们就不想这么多了，既然要想把它改成拉力赛车，也不在乎这些小问题了，全部给它拆空、拆碎、拆散。这车啊，咱们还给它放在武汉的高博园区来做它，主要是咱们园区里边像机修师傅改装经验丰富，设备齐全，弄它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咱这里啊有自己的碳纤维工厂，
我是想把这辆车所有的万关键都改成凯夫拉和碳纤维的，朋友们。然后咱们老上海的一些车身构件啊，车门啊，什么叶子板，咱们全给它做成凯夫拉的。因为这个碳纤呢，它的怎么说呢，油润度没有这个凯夫拉的好，所以说，既然都花了这么多钱了，咱也不在乎了。还有它的重量，看，一个手指就能把它挑动，还有它的强度还是非常棒的。来试一下啊，看，所以说。又轻又结实，咱们就还是选用这个凯夫拉的，还是没问题的。来，再试一下啊，看，没问题。现在啊，咱们把内饰全部给它拆空，这些沙发座椅原车的咱们都不要了啊，因为要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咱们要给它全部换成专业的赛车座椅，安全带也要给它换成6点式。现在咱们开始拆这老上海的前挡风玻璃啊。以前像这老车啊，挡风玻璃用的胶条都是卡住的，这种方式肯定在拉力赛车上是不实用的，所以咱们后期全部要给它换掉。这后备箱胶条它废了，重新全部给它好换新的。这尾灯呢，它也不是原车的，所以说全部要给它改成原厂的尾灯，这样能更符合原有的一些设计风格。看这后杠连大梁锈烂特别严重，像这60年代的底盘设计啊，细节太老旧了，所以咱们要重新给它换一个完全国产的拉力赛车底盘，来保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还有操控性，这样在参加比赛时啊，它的通过性和稳定性会更好。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开始拆这台车的车门。像这个车门一些螺丝钉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之后呢，都是锈，所以说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用这个焊枪一点点把这个螺丝烤热，然后再用冲击改锥一点点给它敲击下来。有些螺丝钉啊，咱们能够慢慢给它拧下来，但是还有一些就是顽固一点的，它的孔位啊都没有了，咱也不能给它拆下来，咱们只能用出我的超级无敌大绝招了，就是从上边给它焊接上一个螺丝钉，焊上它，然后再慢慢的给它拧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结果还是非常 OK 的啊！4个门子全部给它干卸下来了。好了，现在是前后机盖啊，还有4个门子呀、保险杠所有的附件全部拆卸完毕了。接下来咱这重中之重的就是要开始拆这台车的发动机。这台车的发动机是一个60、70年代一个产物，很不适合咱们去做拉力车去用它，所以要把它拆下来。重新给它换成一个全新的国产发动机。发动机啊，在另一个车间先干着，这段时间咱也不能让兄弟们闲着。接下来啊，咱们把底盘给它来上一个大升级。朋友们，看到没有？上海的车壳底盘已经结合完毕了，这只完成了工程的1/5。接下来啊，就要做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还有全身车壳的一个碳纤的一个升级。好了，朋友们，加油，干就完了。一台老车啊，把它改成拉力赛车，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视频中的10几秒的时间啊，我们团队就足足用了10多天的时间，很多的细节呀，要一点点敲打、焊接，尺寸不对的地方要一点点打磨，还要调整。我觉得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咱们的口号是：能赚就能着。王岩老师，这底盘用了一个拉力赛车底盘，然后呢，像1个月的进度就是车壳和底盘已经结合完毕了啊。接下来，王岩老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按照我们拉力赛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装备的要求，进行一个防滚架的制作。对，防滚架、赛车座椅啊，所有的一切按照我们的拉力赛车的标准去做。现在这车原车的发动机，咱们确实不太适合用了，所以咱们也换一个动力强的发动机，更强一些的。咱们研究研究，回头要用一个哪一款发动机好？好，咱们都喜欢国产车，对，而且然后也都喜欢拉力，咱们一起把它打造成中国最牛的拉力赛车。OK， 加油，拭目以待。
我们把叶子板给它放上去对比一下，因为这底盘已经完全升级了，再加上老上海的车身长了一点，而且它有更好的操控性，要把车身的长度给它缩短一点。你看这前边给它减去20公分，后边也同样给它减去25公分，这样出来的车身比例就非常协调。好了，朋友们，咱们话不多说，还继续干它。朋友们看，这就是我们1个多月的成果啊！这个感觉它就出来了，老上海拉力赛车啊！耶！咱们现在给老上海做一个全身的检查，把整个车身的里里外外全部用3D 扫描给它建模，主要是把车身内部结构给它扫出来，然后拿去做防滚架设计，然后呢把车身外观也扫出来。一个是车辆数据的备份，再一个就是为后续的宽体升级做技术支撑。现在咱们3D 扫描把车身已经扫描出来了啊！现在它的前车头还有车屁股太长了为了更好的去越野拉力不是越野拉力，是拉力，所以说咱们要把车前后的比例要缩短一点。咱们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呀，加油吧！然后现在咱们上海的里边的防滚架设计已经设计完成了啊！来，兄弟给转一下。现在这个防滚架一定要做的安全系数多一点，看它的各个支点已经设置好了，看脚底下、前 A 柱都设置好了。所以说这里这样去弄出来的东西安全系数特别高。行了，朋友们，我要去干活了。好多朋友在后台催更，我媳妇都烦你们，但是放心吧，我不会烦的啊。反而我觉得你们的催更是我不懈动力的来源，我会加快速度干的。同时，其实也反映出你们对车的热爱，对老爷车充满热情，对拉力赛车充满向往。好了，朋友们，等我把这台国产老爷车改好之后呢，欢迎大家来武汉试驾。这么长的视频，真能看到最后的朋友，一定是特别喜欢这台老上海的拉力赛车。朋友们，老上海的原车发动机太老旧了，它是50、60年代的一个产物了。所以说，像排量大不说马力还小，所以说咱们直接给它换上一个全新的发动机。考虑了很多的一些品牌，但是最终呢，我还是选择了这个东风雪铁龙，是咱们武汉当地生产的一款车。然后呢，这款世嘉的发动机是一款2.0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它的大小尺寸装在上海上我感觉更加贴合。这台车最大马力是147马力，配备了一台手动5速的变速箱。为了能够更好的打造这台老上海的拉力车，咱们就咬咬牙，把这车拿下，把发动机给它干下来，拆就完了朋友们，这东风雪铁龙的发动机已经拆卸下来了，咱们给它来上一个全面的大升级。这是一台4缸2.0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原装是一台东风雪铁龙世嘉上面的，发动机代号是 EW10， 最大马力147匹，最大扭矩可以达到200牛米。后期呢，我们给它写了一个程序刷一阶刷到180匹根本不成问题。然后我们的车壳可以大幅度减轻车身重量，整车估算下来可能不到1吨。所以这台发动机也算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了。这台车来的时候就不能着车了，应该是发动机有些问题了。所以咱们把发动机给它拆卸下来，好好检查一下，保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汽油下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了缸壁了。虽然说保养不是很好，但是这缸壁没有太大问题，没有特别大的损伤，这下就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了。再看一下这活塞表面积碳严重，咱们回头好好给它清洗一下。
不过对于这种大里程的车来说，还算是正常的，不是很大的问题。整体来说，发动机的活塞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把发动机全部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呢，再把气门研磨一下就 OK 了。朋友们，这发动机所有的附件全部清洗养护干净了，接下来咱们就加快速度给它组装好。这变速箱是一个手动5速的，咱们给它升级一下，直接给它改制一下，改一个狗牙波箱。现在这零部件都要齐了，咱们就开始给它组装。狗牙波箱和血式波箱是一样的，只需要在挂1档的时候直接踩离合，其余加减档就不需要踩离合了。所以说换挡时候更加迅猛迅捷，而且这齿轮更加宽厚，也更加耐用。狗牙波箱因为取掉了同步器，而且这是狗牙密齿传动设计，所以传递动力更加直接，动力输出几乎没有损耗，可以进一步提升在比赛时候的表现。所以为了这台老叉的动力传输更加迅猛，稳定性更高，咱们也给它升级一套狗牙的波箱。感觉没混这种感觉。经过我们检查，最终发现，原来是这发动机的电脑防盗系统有问题，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最终我们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把这个电脑给它破解了一下。经过半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把这问题解决了。现在咱们装上去试一试。来兄弟们，咱们打车试试看看能不能给它改掉。哎，朋友们，这个着了！这发动机动静还可以经过半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把它干着了。朋友们，看到没有？这发动机终于给它干着了接下来咱们就开动一下试试，看看它的感觉怎么样。朋友们，我看看发动机的问题真问题出来了，正常倒车没问题。现在的发动机电脑有些防盗系统需要简化一下，所以也花点时间去破解它。在后台私信和评论区里，很多人都关注这台车的进度，一直在催更。
你们的催更就是我动力一切的来源，我会拿出100%的努力，把这台国产老爷拉力赛车给它造好。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像探险、底盘升级，还有一大堆活要去干。下一集将会看到全新的老上海外壳出炉，把它全部给它组装好。朋友们，我和老师的故事还会继续。接下来啊，把它干就完。5800块拿下一台老上海，还有1年的时间把它改成拉力赛车，然后去跑拉力赛，一定特别帅。朋友们的催更我看到了，每天我都在加快速度赶制中，每天呀从早干到晚，从白天干到黑夜，打造一台老上海拉力赛车是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大家都知道，拉力赛车最重要的是轻量化，所以啊，我们打算把车原有的铁质外观件全部给它改成凯夫拉材质的。这台车4月11号在武汉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咱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咱们要加快速度了。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要经历刮灰、打磨、喷漆、修复，再喷漆，才能开始制作模具。像这车门也是如此。当我们把它完成上述步骤以后呢，才开始分模，紧接着就要刷胶衣。为了防止模具出现气泡还得用一层无纺布给它打底，然后才能开始用纤维制作模具。而且一个面的模具也分2次来做，因为胶水发热一次性完成的话，模具容易变形。当一个面做好之后呢，才能开始继续做接下来的面。这一个门就有6个面需要制作呀！我的妈呀，朋友们，你说这不是时间吗？我们把模具拆下来之后呢，还得要修边幅，把多余的部分切掉，然后历经打磨、抛光、打蜡之后，才能开始制作产品。朋友们，你看到了吗？就这模具，视频里边几分钟，但是在实际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把这车门机盖的模具才能制作出来我说的还是快的。终于把模具弄完之后呢，接下来的困难点咱就又开始了。我们开始制作整体的产品，铺上凯夫拉布，一层脱模布，一层导流网，用密封胶密闭模具进行气胶。等胶水干了之后呢，还有修剪边幅才能开模。我的妈呀，哎呀，太麻烦了。然后呢，等1个晚上以后呢，才能脱模，将车门取出来。这还没完我们还要打磨边框，以及打磨最外面一层的蜡，喷上哑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完成。最头疼的应该就是这车顶了，但是没有办法，硬头皮硬干，这车顶真的太大了，只能分几部分把它开模。前边一块，两边要2块，后边一块，两边也要2块。这一个车顶比几个车门都要麻烦，因为它细节要修整弄就一个大顶吧，就整弄了20多天，才把这个模具整个给弄出来。车顶还分外面、里面2个面，用纤维给它车顶填充起来。等纤维干了之后呢，我们要打磨一下，然后刮灰、打磨、喷漆。为了找平复合面针孔，进行2次修复再喷上一层底漆，就可以制作模具了。把模具拆下来之后我们数一下，单这一个车顶就有16个模具。天哪，这都是钱呢，这外面和里边做着的，还有这么多模具，这都是花的时间一点点给它弄出来的。模具出来以后，我们的师傅也没闲着，大晚上还要加班。基本上在弄老上海的这个过程中，每天都需要加班。真的是这师傅们真的是太辛苦了，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为了加快进度，真的是拼了。等下这个脱模布就可以合模了。合模时这个黑的就是个黑胶，目的就是把每一小块都给它粘连起来。由于高度不够，我们把它垫高一些，继续合模。我们经历了5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模合好了，需要放置1个晚上，等胶硬化固定了以后呢，才能脱模。朋友们看，第2天早上我们开始脱模了真想看看这车顶出来是什么样子。放在这里。
兄弟们，看啊，这钱就是没白花的啊，弄出来的效果真不错。这真是时间精力加所有的心血啊，真的是感谢师傅们了。没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是没有白等。朋友们，经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的不懈努力啊，终于把老上海的全车的车壳、门板、机盖子全部给做出来了。看，这是凯夫拉的，这材质就是用防弹那个背心就用的这种材质，它的延展性、拉伸度要比那个碳纤的要强好多，也要贵好多。然后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开模具时间久一点，所以才用了这么久，才把这个整个车壳啊，还有这个什么车门板也好，才做出来。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全部给它组装，干就得了啊！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难点，这台老上海的车身颜色用哪个好呢？有浅蓝色，有绿色，有粉色，有红色等等等这些颜色。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要继续干活了啊！我觉得车身颜色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喷出来啊，大家一定要喜欢才好。对，没错，对，我把这个头疼问题，我觉得还是留给你们吧。你们呀，说哪个颜色好，咱们就喷哪个。对，没错。我和老郑的故事还会继续，咱们一起加油啊！太爽了！朋友们，看到没有？正如大家看到那样啊，我花5800买回来老上海，终于成功落地了。前后共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呀，终于把它弄好了。单这车的凯夫拉外模件开模与制作就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呀。上一期咱们搞定了所有的外观件了，也征求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啊，喷什么颜色好？但是选来选去，我觉得第一台车咱要喷一个经典的鸭蛋青色，因为很多老司机师傅都开过这个颜色。这经典颜色咱们必须给它整上。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们选出来的颜色，后续我们还会有第2辆、第3辆、第4辆、第8辆，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把大家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给安排上。然后这台车的色系喷完之后啊，这车出来真的太漂亮了，咱们赶紧把它装上车看看效果。除了前后盖，其余都装上车了，这比例还是蛮好看的啊。咱们现在推回去，再把发动机给它安装回去。朋友们，因为咱发动机是改动的了，然后所以说机脚也用不上，重新给它定制了一个啊6001，这种铝材强度高、轻便，发动机就是车子在跳动的时候，它呀不会栽头，怎么花大价钱搞定的啊。还有这发动机，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把这发动机给它装上，加油！经过了不懈努力，终于把发动机装好了。我们订购的底盘改装件到齐了，像是加强的平衡杆、下摆臂、出头、胶套等等，咱们全部给它换新的。我相信这钱就没有白花的，肯定让这台车的底盘更加扎实稳固，开起来更加的爽。等全部补装完毕之后呢，咱们试试车，咱就知道了。朋友们，因为发动机改动过了，它的半轴呢和原车的对不上，所以咱们重新给它定制的半轴。这几颗半轴花了不少钱，把车弄出来肯定是值得的啊！钱就是没白花的，加油，干就得了啊！看到没有，师傅们的进度还是非常快的啊！因为我们在10月11号就要正式发布老上海拉力赛车了。现在把水箱也装好了，硕大的进气，我去，看这滤芯儿。不错，最后咱们再把新做的线路和油管给它铺装好，就齐活了。朋友们，这发动机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搞定了啊！咱们看看这内饰，这凯夫拉的车门真的是太轻了。还有就是上车很好上，这个地方很宽。还有这个4路的一个手刹，这个按键全在这里，没有钥匙了，按其他油泵啊。这里是那个打车的一个按键，所以说咱们先把车打着，看一下啊，来试一下踩住离合、空挡，打下车啊。没问题，因为这个发动机之前已经调教好了，所以说只是说把线路给跑出来就 OK 了。2.0的动力，这整车不到1吨，这样跑起来嗷嗷的啊！行，咱们上马力机拉拉马力。
彩了，这个。朋友们，这车啊试好了，真是太牛了啊！咱们赶紧去开去测一下马力。哎，这车我靠，这车太好开了，这车咱们拉马力，真是太激动了。这台车历时半年的时间啊，半年多呀，终于把这搞定了。咱们跑马力，看到底是多少匹啊？加油！大伙可以猜猜啊，这破了转的2.0的10加发动机到底可以爆发出多少马力？朋友们，咱们揭晓答案啊！轮上马力140匹，经过换算，机头马力达到了165匹。这马力对于这台老上海来说，已经是完全够用了，因为车身的重量已经减轻了。正所谓宁减10匹，不加1斤嘛。现在我们还要把车身的一些部件全部给它装上，前机盖啊、后尾盖啊、以大灯等等这些细节部件，这都是简单的。但是还有一个让我头疼的事儿，就咱们这一辆赛车，赛车都有好看的拉花嘛。我们自己也弄了几个拉花，但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建议。因为颜色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想这个拉花也选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一个拉花，让这台车更加充满动力、活力、激情四射。好了，朋友们，你们的关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不懈动力的源泉。接下来我们就到最后的时刻了啊！4月11号，咱们不见不散。老上海拉力赛车，加油！